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陕西的关中。成本不一，躬耕一南阳，这个大家都学习过，是诸葛亮写的《出师表》。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他一生都在奋斗，最后呢是在北伐途中病逝于五丈原。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陕西的五丈原。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刘备三顾茅庐，孔明借东风，三气周瑜，空城计，草船借箭，火烧赤壁，这些著名的故事跟事件都是跟诸葛亮有关。诸葛亮是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人，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发明家、文学家和外交家，也就是说他是多重身份。五丈原这个地方名气很大，不过呢，每个人提到这个名字都会不由自觉地压低声音，收起笑容，仿佛会怕惊到什么。这里就是一个传奇人生的终结，也是一个人的悲壮结尾。在公元234年春天，诸葛亮再一次率兵北伐，开始了他的第5次北伐，也是最后一次北伐，出斜谷口，同时派使臣到东吴，希望孙权能够同时攻魏。4月份，诸葛亮率军出斜谷，到达眉县，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扎下营寨。如果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将会对曹魏防线造成巨大威胁。不过诸葛亮的这次北伐早就被司马懿看穿了，他们也没有慌乱，早有准备的魏军并没有立刻围上去，而是在等待诸葛亮率领的蜀军的动向。因为司马懿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亮若勇者，当冲武功依山而东，若西上五丈原，则诸军无事矣。意思就是说，诸葛亮要是胆子够大，就沿着秦岭走武功线东进，东进就是攻打长安。如果他西上五丈原，我们就可以放心了。司马懿说的这句话很重要啊，基本上可以说决定了诸葛亮第5次北伐的成败。其实简单一点，司马懿说的这句话就是说，诸葛亮你这次北伐，你如果去了五丈原，那基本上就会失败。五丈原应该是叫做五丈原，原一般是黄土高原的说法，在南方可能称之为丘陵，主要是山体四周呢都是沟壑，从底部到顶部就是像刀劈开的绝壁，顶部呢非常像一个平台，像一个足球场一样。我们看到的五丈原就是这样一个地貌。其实在关中黄土高原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地势，和我们平常说的悬崖村一样，就可能三面是悬崖，三面是沟壑，只有一处呢进出。五丈原它刚好是位于渭河和秦岭的中间，北临渭河，南依秦岭余脉，远处的那座山叫做棋盘山。整个五丈原山体三面都是垂直悬崖，刚好最南部是连接着棋盘山，也就是连接着秦岭，海拔大概高度是751米，原上地势平坦，面积南北长约大概4公里，东西约1.8公里。五丈原这个名字来源其实也比较简单，我们看到的地方就是五丈原最窄的地方，宽度刚好，宽度大概就是5丈，所以五丈原的来源就是这个样子。诸葛亮的中军大帐就在五丈原的南边，现在还有个霍洛城遗址，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保存下来了，只有一块碑记载着这个地方是诸葛亮当年屯兵、指挥以及他休息的地方。现在都是种植了一种农作物啊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司马懿刚才说的那句话。当时诸葛亮进行第5次北伐时，司马懿一开始也比较担心，生怕诸葛亮进攻长安或者渡过渭水。你如果是攻打长安，那个是一个战略要地，司马懿呢就必须要阻挡诸葛亮，要和诸葛亮进行决战。但是呢，没想到诸葛亮还真的被他预料到了，去了五丈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司马懿就从渭河北岸渡过河，来到南岸与诸葛亮对峙，相当于司马懿呢，他有渭河做依靠嘛。不管当时的诸葛亮怎么叫嚣，司马懿就是拒守不出，我就是不跟你打，相当于是熬诸葛亮。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诸葛亮还把女人的衣服送给司马懿，但是没什么作用，司马懿仍然不跟诸葛亮打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诸葛亮积劳成疾，在五丈原溘然去世，可以说是被司马懿熬死了。
在很多影视剧当中演绎诸葛亮在这里弄了什么七星灯，后面被魏延破坏了。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累的，因为诸葛亮他当上丞相之后，基本上是事必躬亲，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自己来处理，可能是他不放心下面的人。我们打个比方说吧，诸葛亮是丞相和统帅，那么他就可能把部队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布置都由他自己来操心。这样的话，尽管说他能了解到下面所有的事情，但是肯定会很累的。我记得司马懿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诸葛亮如果这样一直工作下去，他会活活累死的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，就包括我们说蜀汉灭亡，其实跟诸葛亮有一定的关系。我们之前去白帝城还有诸葛亮墓都说过，就是蜀国人才断层很严重。在刘备时期，蜀国还有很多人才，但是在诸葛亮总揽的时候，蜀国的人才就慢慢的变少了。就是说他这个领导者，他没有做好培养人才的任务。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自己来做决定，那么就会打消下面的积极性。诸葛亮最后去世之后，刘阿斗还当了几十年的皇帝，将近20年。所以说刘阿斗并不是那么无能，他还能掌管整个蜀国。诸葛亮突然的去世，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以悲剧落下帷幕，留下了一段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绝唱。在诸葛亮去世之后，蜀国只能退兵，从此之后，关中、秦岭再也看不到蜀汉的旗号。尽管说后面有姜维北伐，但是已经不可能成功了。在诸葛亮去世了差不多第20年，蜀汉灭亡。纵观诸葛亮的几次北伐过程中，第5次北伐是最失败的，完全不能和前面几次北伐相比。因为最后一次诸葛亮用兵比较死板，没有变化，从始至终呢都被司马懿牵着鼻子走，就是他所有的布置都被司马懿看穿了。所以在诸葛亮到现在1700年的时间里面，很多人都在说诸葛亮是一个政务人才，和西汉的萧何差不多。诸葛亮北伐的失败，说到底是蜀汉的实力和人才比不上魏国，同时呢也是由于诸葛亮谨慎的性格决定的。当时魏延还提出了一个奇袭战略，就是被诸葛亮否决了。所以说时也命也，诸葛亮最终倒在五丈原。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，就在五丈原的最北边修建了一座诸葛亮庙，沿着这个台阶上去就能够到达五丈原庙。在这个五丈原呢，不光是纪念诸葛亮的，同时呢这里还有岳飞留下来的手书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五丈原的诸葛亮庙。在上个世纪1929年，诸葛亮庙被土匪烧毁，后面又重新修复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全面维修后面的诸葛亮庙。现在的庙宇基本保持了清末建筑风格，分为前后2部分，坐北朝南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门，它是重建于清朝光绪4年1878年，歇山顶式建筑，3开间，面阔9.7米，进深7.6米，由正门和东西侧门组成。五丈原诸葛亮庙这个也是著名书法家写的，前面还附对联：一是二表三分顶，万古千秋五丈原。在这个山门里面还放了魏延和马岱的雕塑，这个就挺好玩了。他们2个应该是一个仇人，也算是冤家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一起。再往前走就是献殿，也算是祭祀诸葛亮的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岳飞的手书在这里面展现了。这几个大字是属于朱元璋手书的，后面人们把它雕刻在这个地方。前面那个小字就是岳飞写的前出师表，当时岳飞路过这个地方，来到这里有感而发，从而写下了。因为他们2个人的境遇非常相像诸葛亮一生也是致力于北伐，而岳飞也是北伐。当时岳飞在节节胜利，很有可能就能够收复中原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就遇到了招构要招他回去，连续下了12道金牌。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岳飞被冤死在风波亭。在这个诸葛亮庙有好几绝第一就是岳飞的书法，第二呢就是能够把岳飞的书法雕刻到这个墙壁的人，算是刀工非常了得。你要把书法雕刻成书法的样子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前方就是正殿，
大的匾额英名千古，说的就是诸葛亮。在这个正殿门口2根柱子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闪闪发光，很奇特？这2根柱子呢是叫做丘木，在这里有含义的。一根柱子代表龙，一根柱子代表凤。大殿里面中间就是诸葛亮坐像，仪容庄重，眉清目秀，神态祥和，展示了一代名相内柔外刚的忠贞风采。此尊塑像是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至今完整无损，光彩照人。在坐像旁边有一副楹联：短兵5丈言，缠绵一卧龙。诸葛亮是被形容成卧龙嘛，但是在5丈言短短的时间里面，他最终呢就在这里去世，所以这个楹联就是形容的。在这个诸葛亮后面还有一个诸葛亮冢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尽管是在5丈原去世，但是他并没有埋葬在5丈原，而是埋葬于陕西汉中的定军山。这个是公元234年病逝在5丈原后，蜀军把诸葛亮的衣服帽子埋葬于此，堆土为冢，以示祭奠。在这个墓冢旁边还有28根柱子组成的栏杆，这28根柱子象征着诸葛亮辅佐刘备、刘禅父子总共28年。前面就是落星园，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某一个晚上天空中有一颗流星飞过，那么预示着某位大人物要去世。这里的意思其实差不多。这个就是落星时，按照一些书籍的记载，在公元234年的时候，诸葛亮刚好在5丈原，那个时候他生病了。某一天天空中有一个落石掉落下来，掉落之后诸葛亮也就去世了，所以就被称之为落星石，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流星道理是一样的。旁边就是碑廊，这就是历朝历代人们为了纪念诸葛亮在这里弄的一些碑，其实在寺庙道观都很常见的。其实这个5丈原也算是诸葛亮最后生活的地方。我们前方看的这一块呀，是他的中军大帐，当时他就在这里指挥，也算是他在这里度过了他最后的生活岁月。尽管说现在看不出什么痕迹，但是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出来诸葛亮当年的不容易。